刘秀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神化的开国皇帝。昆阳城下，他用3000人击溃42万大军，兄长被杀，他却向仇人低头谢罪，孤身进入河北，最后重新统一天下。于是后人说他是位面之子，是天命选中的人，但天命只能解释他赢了，解释不了他是怎么赢的。昆阳之战是对敌军弱点的精准计算，宛城隐忍是用尊严换取活下去的时间，河北崛起则是一场由婚姻、豪强和政治资本共同完成的交易。可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胜利，豪强帮他登基，功臣替他打天下，他就必须用土地、爵位和制度偿还。云台不杀功臣，换来了眼前的安定；杜田向豪强妥协，却让东汉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。到了明章之治，帝国看似繁荣，外戚专权的制度通道却早已打开。所以这6期讲的不只是刘秀如何赢得天下，更是一个人如何解决了所有眼前的危机，却把更大的代价留给了整个东汉。故事就从昆阳城下那3000名冲向42万大军的士兵开始。所有绝境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不是没有选择，是每一个选择看起来都指向死亡。逃是死，守是死，打还是死。当所有理性分析都得出同一个结论，人会陷入一种奇特的瘫痪，不是身体动不了，是大脑拒绝再运算，因为运算的结果永远一样，继续算下去没有意义。但极少数时刻，有人会在这种瘫痪里突然做出一个不在任何选项里的动作，不是逃，不是守，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打，是把命扔出去，换一个概率近乎为零的可能性。公元23年夏，昆阳城下42万人围住了不到9000人。这一年，王莽还坐在长安的皇位上，但天下已经碎了。南阳的绿林军刚刚立了更始帝刘玄，正在围攻宛城。王莽慌了，他知道宛城一丢，南阳就彻底不是他的了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倾举国之兵，一次性解决问题。他任命大司空王毅、司徒王询为统帅。大司空掌水土工程，营造本市文职，但兴莽体制下已成军事统帅的临时委任。司徒掌民政教化，同样被推上前线。2个文臣领兵，因为王莽已经没有信得过的武将了。兵力各州郡精兵42万，另征天下虎贲、奔命、勇士、术士、猛兽队。王毅把能调动的一切全调了，连虎豹、犀象都带上了。史书称之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这支军队的目标很明确，先碾碎南阳外围据点，再直扑宛城，把绿林军主力一网打尽。昆阳就是他路上的第一颗钉子。昆阳是个小城，城里绿林军守兵8、9千人，主力部队全在围攻宛城，根本没想到王莽会动用这种规模的力量。当侦察骑兵带回40余万这个数字时，城里的将领们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打，是怎么跑。城内立刻分成2派，大多数将领主张弃城，逻辑很清楚：8000人守一座小城，对面42万，工程器械、云梯、冲车一应俱全，守不住，不如趁合围之前各自散去，保留有生力量，将来再聚。这个判断对不对？从军事常识看，完全正确。兵力比接近50比1，城小粮少，没有援军预期，教科书式的不可守。但刘秀反对。他当时的身份是偏将军，绿林军中一个中低级别的将领，论资历，论官衔，在场比他高的人一大把。但他开口说了一段话，《后汉书》记下了核心逻辑：现在合兵尚有一战之力，一散则不可复聚。宛城主力正在攻城，昆阳若破，则主力腹背受敌。诸位即便跑出去，家属辎重全在宛城方向，也无处可去。这不是热血上头，这是冷计算。他算的不是能不能赢，是跑了之后会不会比现在更糟。答案是会。散掉之后，没有任何一支小股力量能在42万面前存活。昆阳至少还是一个点，一个能拖住敌人的钉子。但诸将不听，有人当面讥讽他不能当大敌，何必多言？你又不是主将，打不过就闭嘴。刘秀没有再争，他选了另一条路。城还是要守的，但不能只守。刘秀提出一个方案，他带人突围出去，到周边郡县征调援兵，城内死守拖时间，城外集结力量，内外对冲，这是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结构。当夜，刘秀带了13个人从城南门突围而出。13计，42万大军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合拢，他钻的就是那条缝。如果晚一天，这条缝就没有了。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下来看一眼，选择留在城里守，活下来的概率不高，但至少还有城墙。
选择冲出去。13个人在几十万人的缝隙里穿行，一旦被发现就是当场格杀，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。两条路都是死局，但冲出去的那条至少连着一个如果成功了的后续。刘秀选了那条有如果的路。出城之后，他急奔定陵、郾城，把周边能集结的兵力全部拉来。这些兵愿不愿意来？大部分不愿意，他们也听说了42万的数字。刘秀软硬兼施，许诺施压，用宛城主力的安危做筹码，最终凑了大约1万余人，其中敢死队3000。这3000人是后面所有事情的关键。城外的王毅在干什么？按常理，42万对8000，应该一个冲锋就结束了。但王毅没有速攻，他选择了稳扎稳打，围城、驻营、列阵，用投石车和弓弩远程消耗。他有自己的逻辑，兵力碾压之下，他不需要冒险，不需要强攻，付出无谓伤亡，只要围住、耗干，城里自己会崩溃。而且42万人的营盘铺开，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武器，让城里的人每天看着地平线上看不到尽头的旗帜，绝望会替他完成攻城的工作。这个判断错了吗？从静态上看不错，但他忽略了一个变量，时间不站在他这边，每多围1天就多给外面的人1天准备。而且42万人的补给线有多长？他的军队里有多少是被强征来的各军壮丁？士气本就不高，一支太大的军队，大到指挥体系已经无法精确控制每一个单元，这本身就是脆弱。这里有一条军事史反复验证的规律，当一支军队大到一定程度，它的弱点不是不够强，而是不够快。它像一头巨兽，每一个关节的信号传递都有延迟。如果对手足够快、足够集中、足够精准地打在一个点上，巨兽会来不及反应。严尤看出了这一点。严尤是王毅帐下纳言将军，纳言长传达诏命奏章，此时随军参谋。他建议王毅不要磨蹭，直接绕过昆阳去打宛城。昆阳弹丸之城，主力在宛城，打蛇打7寸。王毅不听，他带了42万人出来，总要让世人看到这42万人碾碎一座城的壮观场面。100万之师所过当灭，经图此城，喋血而尽。他要的不是胜利，他要的是表演。刘秀回来了，1万余人的援军到达昆阳外围时，城还没有破。王毅的好策略给了刘秀整整数天的窗口。如果他第一天就强攻，昆阳早已不存在，刘秀集结的援兵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但1万人对42万人仍然是不可能的算术。刘秀没有打算做正常的算术，他从1万人中挑出3000敢死之士，亲自带队，不是绕后，不是偷袭粮道，不是任何教科书上的骑兵战术。他做了一件所有兵法都不建议做的事：正面突击敌军中军大营。光武乃于敢死者3000人，从城西水上冲其中间。这句话在《后汉书》里只有1行，但还原成画面，3000人对着几十万人的中心位置正面冲锋，不是包抄，不是佯攻，不是声东击西，就是对着最后的地方扎进去。这不是勇敢，这是精确。刘秀赌的是一件事，42万人太大了，大到前军不知道后军在干什么，左翼不知道右翼发生了什么。指挥中枢一旦被打乱，这42万人不会变成42万个战士，会变成42万个不知道该往哪跑的人。3000人的冲击打到了王寻本阵，王寻死了。统帅一死，中军旗号乱了，信号中断的那一刻，整支军队的指挥链条断裂，前面还在攻城的部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后方的部队只看到中军方向一片混乱。42万人里，绝大多数是被强征来的各军军兵，没有私恩，没有死战的理由，连主将是谁都未必认识，他们等的就是一个可以跑的信号。王寻的死就是那个信号。昆阳城内守军见外面攻势骤停，立刻开城杀出，两面夹击。然后发生了几十万人同时崩溃的场面，不是战败，是踩踏，是争相逃命，是人挤人，人踏人，自相践踏。治水河边，尸体堵塞河道，水为之不流。城中一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士震呼动天地，莽兵大溃，走者相腾剑，奔100余里间，会大雷锋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，治水为之不流。42万人的军队不是被3000人打败的，是被3000人打乱了，然后自己踩死了自己。后人复盘昆阳之战，常常归结为天命、运气、神迹，连《后汉书》自己都加了一场暴风雨，把胜利的一部分归于天象。但抽掉所有神话叙事，冷看这场仗的结构：一、守城拖住时间，为外部集结争取窗口，这是正确的战略判断；二、突围征兵，把守变成内外对冲的结构，这是关键的结构转化；三、不打常规仗，3000人直插中军，这是对敌军弱点的精准识别；四、击杀统帅，引爆全军恐慌，这是对大军崩溃机制的准确预判；
每一步都是判断，每一步判断的前提都是对42万人不是铁板一块这个事实的清醒认知。王毅看到的是数字，我有42万，你有8000，结论必胜。刘秀看到的是结构，42万人里有多少愿意死战，指挥链条能承受多大冲击，信号中断后这支军队还是不是一支军队。同一组数字，两种读法，一种读出碾压，一种读出缝隙。战后刘秀28岁，偏将军，没有显赫家世，没有万人部曲，但从这一天起，天下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，不是因为他勇敢，勇敢的人战场上到处都是，是因为他在所有人都看见死局的地方看见了一条活路，而且他赌对了。昆阳之后不到半年，王莽政权彻底瓦解。这场仗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，它摧毁了新朝最后的军事信心。42万人的覆灭证明了一件事，这个政权已经从内部烂透了，大到连自己的体重都撑不住。而刘秀带着昆阳之战打出来的声望，走进了接下来的一切，走进兄长被杀的噩耗，走进宛城的跪拜，走进那场漫长的忍耐。昆阳给了他名声，但名声在那个乱世里既是铠甲也是靶心。他在昆阳证明了自己能打赢不可能的仗，但接下来等着他的不是战场，是河北。那片比任何战场都复杂的土地上，没有42万人列阵等他冲锋，只有看不见的刀藏在每一个笑脸的后面。有一种痛苦比死还难，不是受刑，不是受辱，是你明明知道谁杀了你最亲的人，却还得走到他面前跪下来替死者道歉。悲伤不能有，愤怒不能有，连沉默都不能有，因为沉默本身就是态度，态度就是证据，证据就是死。你唯一能做的是把所有恨意压进一个滴水不漏的笑容里，一天一天的活。公元23年秋，一个消息从宛城传出，刘秀的亲哥哥刘演被更始帝刘玄杀了，没有审判，没有战场，没有任何体面的死法，他不是战死的，是被处理掉的，像一枚必须从棋盘上拿开的子，罪名随便编的，过程快得不像在处置一个有赫赫战功的将领。刘秀当时在外带兵，2个月前他刚在昆阳以3000人击溃42万，整个天下都在传这个名字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身边还有更始帝派来的人，名义上是同僚，实际上是一双盯着他的眼睛。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做出一个判断，接下来怎么反应，决定自己活还是死。那年他28岁，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忍耐从这里开始。要讲清楚这个故事，得回到起点。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，到他这一代，这个血统已经不值钱了。西汉推恩令一代一代往下切，切到刘秀父亲刘钦这里，只剩一个南顿县令的位子。父亲死得早，兄弟几个在南阳乡下种地长大，但刘秀有一个不普通的哥哥，刘演天生像旗帜，豪爽大方，不拘小节，喜欢结交天下豪杰，张嘴闭嘴恢复汉室。在星芒天下说这种话要杀头，但刘演不怕，他天生觉得自己应该干大事。刘秀更像影子，沉默谨慎，不抢光。他喜欢读书，最大的志向是做执金吾，取阴丽华。执金吾掌京师，禁卫巡查，听起来威风，说到底就是一个有牌面的武官。一个要当皇帝，一个想当保安队长，兄弟俩站在一起，所有人都觉得将来成事的一定是哥哥。新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赤眉、绿林各路起义军遍地开花。刘演觉得机会来了，拉着弟弟和南阳豪强起兵。刘秀第一次上战场骑的是牛，连马都没有。刘演太能打了，他打仗有天赋，待人有魅力，队伍越聚越大，声望越来越高，高到绿林军的首领们开始不安。公元23年2月，各路反莽势力聚在一起推皇帝，按实力和声望，刘演是最佳人选，但绿林军不愿意，他们跟刘家没有血缘，没有旧恩，只是利益暂时拴在一起的盟友，傀儡他们敢用，英主他们不敢立。万一刘演坐稳之后反手清算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于是推了一个软弱的宗室刘玄，立为更始帝。刘演被拜为大司徒，位列3公之首，掌教华明正，名义上已是帝国宰辅。但3公之位不解决根本问题，问题不在官衔高低，在于所有人都看得见一件事：如果刘演愿意，他比刘玄更有资格坐那个位子。刘玄是被架上去的，刘演是自己走到那个位置的，这两种合法性分量截然不同。一个被推上去的傀儡皇帝，最怕的从来不是外面的敌人，外面的敌人可以一起打，他最怕的是身边那个比自己更像皇帝的人。刘演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刘玄的否定，更要命的是刘演不收敛，他对刘玄称帝一直有情绪，说话做事不把刘玄放在眼里。他大概觉得凭自己的功劳和实力没人动得了他，他错了。
绿林系将领朱伟、李毅不停在刘玄耳边进言，流眼不除，迟早是祸。刘玄本就心虚，听多了就动了杀心。他们找了一个机会，以部将韦济为由头，把刘演叫来对峙，当场拿下，杀了。消息传到刘秀手上的时候，局面是这样的：兵权不大，手里没有翻脸的本钱，部下中有更实地安排的人，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。而刘玄杀了刘演之后，下一个要观察的就是他。如果刘秀表现出任何不满、悲伤，任何可能复仇的迹象，他会立刻步兄长后尘。所以刘秀做了一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。他赶到宛城，不穿丧服，不设灵位，不问尸首，甚至不先回自己的营帐，他径直去面见刘玄，跪下来替哥哥的罪行道歉，说刘演行事不当，自己管教不力，请更始帝降罪。史书记下他那次跪见的姿态，饮过自责，把一切过错揽到自己头上，绝口不提冤屈。这4个字从一个刚丧兄的人身上写出来，每一个字都是刀。他的姿态低到刘玄找不到继续杀他的理由。刘玄本来做好了两手准备，如果刘秀来闹，就连他一起处理。但刘秀的反应完全出乎预料，一个人的亲哥刚被杀了，他跑来替死者道歉，刘玄反而不知道怎么接了。他封了刘秀一个武姓侯，列侯，有实役有名号，没有实权。这不是奖赏，是安抚，也是试探。封了侯，再看这个人接下来怎么动。回到住处之后，他不敢哭，不是不敢当众哭，是连独处时都不敢。他不知道墙后有没有耳朵，帐外有没有眼睛。他正常的吃饭，正常的见人，正常的处理公务，好像死的那个人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后汉书用了6个字形容他那段时间的状态：饮食言笑如平常。6个字写尽了一个人把骨头咬碎了往肚子里咽的全部过程。在那几个月里，悲伤本身就是罪证。停在那个场景里想一想，亲兄被杀，凶手坐在对面举杯相邀，不能不接，不能不笑，不能让笑容里出现一丝裂缝，不仅得笑得自然，还得让所有人相信他真的释怀了。这不是1天2天，这是持续数月，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的生存表演。支撑这场表演的不是性格，不是修养，是判断力，是他在极端痛苦中仍然能做冰冷计算的能力。现在翻脸，死路一条；现在哭，死路一条。让任何人看出真实情绪，死路一条。只有活着，才有后面的一切。历史上能忍的人不少，勾践卧薪尝胆，韩信胯下受辱，司马懿装病骗曹爽，但他们忍的时候，至少还有一个可以独处的缝隙，可以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咬碎牙齿。刘秀连这个缝隙都没有，他忍的环境是完全透明的，任何1秒的失控，代价就是命。刘秀在宛城那段日子做了另一个让旧部寒心的决定，他刻意疏远了所有跟刘演走得近的人，不见不联络，甚至表现出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姿态。这不是薄情，这是保护。他知道刘玄在盯着刘演的旧部，看谁会成为下一个核心。如果刘秀还跟这些人走动，就等于告诉刘玄，这帮人还有一个领袖，还有可能重新聚起来。他必须让刘玄相信一件事：刘演死后没有第2个刘演，不敢为人先。史书这5个字不是在写谦虚，是在写求生。旧部失望总比旧部被清洗好，所以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痛苦，同时还要让追随哥哥的人觉得他冷血寡义，一边承受仇人的猜忌，一边承受旧部的寒心。有些人因此看清了他，觉得刘秀不过如此，亲哥被杀连态度都没有，不是成大事的料。后来他们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刘秀等了几个月，等到刘玄的戒心慢慢降下来，然后他抓住一个机会，主动请命去河北。河北不是一块普通地盘，那里远离朝廷中枢，豪强林立，秩序破碎，谁能重新组织地方，谁就能长出自己的根。刘秀请命时的官方身份是破虏将军，行大司马事，名义上代行大司马职权，持节北渡黄河，安抚河北郡县，但实际给他的兵力极少，连一支像样的部队都没有。刘玄以为这是放逐，刘秀知道这是呼吸。在宛城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证据。到了河北，他终于可以重新组织人，重新建立关系，重新拥有属于自己的判断。对刘秀来说，河北最重要的不是地盘，是距离。距离意味着空间，空间意味着可能。忍耐的目的从来不是永远低头，是等到一个能抬头的地方。这是刘玄一生中最错误的判断。回到忍这个字，很多人把忍解读为美德，好像忍耐本身就值得赞美。不是，忍从来不是目的，忍是手段。刘秀忍的那几个月，不是因为修养好、格局大、能看开，
他忍是因为在极端痛苦中仍然维持住了判断力，算得清楚每一步的生死概率，算得清楚现在动手和以后动手的收益差。真正可怕的不是暴怒的人，是恨到了骨子里却还能把笑容摆对位置的人。前者只是在发泄情绪，后者已经在规划未来。回头看这条路，得信忍泪，即刻奔赴宛城，跪在仇人面前替兄长请罪，接过一个没有实权的侯爵，道谢如领恩赏。此后数月，饮食言笑，一切如常，刻意疏远兄长旧部，让所有人以为他不堪大用。最后在刘玄放松警惕的那一刻，请命河北。没有一步是冲动，没有一步是认命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，每一步踏错都是死局。他用几个月的屈辱换了一条命，又准备用这条命去换一整个天下。宛城教会他一件事，活下来不是胜利，活下来只是获得了重新下注的资格。下一步，河北，那里没有皇帝替他撑腰，没有兄长替他开路，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军队，只有一片碎掉的土地，一群不知道该信谁的人和一个即将改变一切的决定。刘秀真正的故事从那里才刚刚开始。没有人是一个人赢的，每一场胜利背后都站着沉默的股东，他们不上战场，不被写进传奇，不被后人传颂，但没有他们的钱、粮、兵、地盘，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人连出发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以为是能力决定了谁能走到最后，不是，是能力恰好能为某群人服务，他们选中你，托举你，然后等你坐上那把椅子之后来收账单。公元23年冬，刘秀带着一个虚衔北渡黄河进入河北，身后没有军队，手里没有粮草。更始帝刘玄给了他一个名头，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，正卫河北。大司马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，行是代理，代理意味着随时可以收回，翻译成权力的真实语言，去把局面稳住，但不给一兵一卒，不给调兵之权。一个没有筹码的人走进了一个遍地筹码的地方。河北不是一片等待接管的空白之地，河北是一张已经摆满棋子的桌面，每一座城池背后都站着一个家族，每一个家族手里都握着私兵、田庄、佃农和粮仓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豪强。这个词在西汉末年的含义远比字面要重。豪强不是地痞流氓式的强，是一种结构性的地方权力。他们拥有动辄数千亩的土地，依附于土地的农户以百户、千户计。他们养私兵，修屋堡，有自己的水利和秩序，名义上向朝廷纳税，实际上先过自己的手。他们是帝国在地方的真正统治者，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，王莽篡位，绿林赤眉，杀得天翻地覆。这些家族始终在那里，谁坐长安的椅子他们不关心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，新的秩序是否保护我的田、我的人、我的特权。刘秀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河北，所有人都在观望，等着看这个年轻人能给出什么，而他此刻能给的什么都没有，一个姓氏，一场战役的名声，一张随时会被撕掉的委任状。他甚至没来得及开口，更是2年春，一个叫王朗的人在邯郸称帝，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瑜。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信。河北大半郡县在数周之内倒向王朗，地方豪强的逻辑简单到冷酷，谁看起来能赢就先占谁。刘秀几乎一夜之间从朝廷特使变成通缉犯。后汉书记此时处境，光武志记，监制信都，人不当行。从北到南，城门紧闭，没有人接纳他。他带着数十人在冰天雪地里奔逃，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。记载说他与冯异共骑一马，冯异把仅有的豆州让给他。昆阳之后不到半年，那个以3000人击溃42万的人，此刻连一座城都进不去。绝境暴露真相，当一个人身上所有外在条件被剥光，没有兵，没有地盘，没有靠山，还有人愿意压住在他身上，那个愿意本身才值得分析。信都太守任光开城接纳了他，河城太守丕同、上古太守耿况之子耿弇先后来投。他们为什么来？不是忠诚，不是感情，是判断。他们判断王朗不可长久，汉字的招牌才有长期价值。更关键的，刘秀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承诺，我是地主家的孩子，我不会砸地主的锅。但零散的投注不够，他需要一个足以翻盘的大筹码，那个筹码在真定。真定王刘阳，宗室旁支，坐镇真定及周边数县，手下兵力10余万。10余万是什么概念？刘秀此刻全部能调动的兵力加在一起不过数千，刘阳一人的力量是他的10倍不止。刘阳最初站在王朗一侧，但局势摇摆，他开始观望。刘秀派刘直前去游说，刘直带回来一个条件，不是要官，不是要地，是一桩婚事。刘阳的外甥女郭圣通，他要刘秀娶她。
条件的含义无需翻译，我不是借兵给你，我是入股，我的血脉要进入你未来的权力核心。你若赢了天下，我外甥女就是你的妻，她的孩子就有资格坐那把椅子。这不是联姻，这是一份股权协议。刘秀答应了，此时他已有妻子。数月前在宛城，他迎娶了阴丽华。那个年轻时只见过一面就让他说出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女人。执金吾掌京师巡查禁卫之官，是少年刘秀心中最体面的职位。那句话的意思是，这辈子能当个执金吾，娶到阴丽华，此生足矣。可命运从来不让人停在足矣的地方。他娶郭圣通那一天，阴丽华还在南方等他回去。一个皇帝有2个妻子，后人喜欢用爱情解释，正史也渲染他与阴丽华的深情，但摘掉感情滤镜，只看结构，看到的是另一样东西。2段婚姻对应2个股东集团。阴丽华是南阳人，南阳是刘秀的故乡，起兵之地，最早跟随他的那批人，邓禹、冯异、贾父，大多出自南阳或颍川，这是他的原始股东、创业合伙人。阴丽华是这个集团的象征符号。郭圣通是河北人，他背后是真定刘阳的10万兵力，是河北豪强的关系网络，是刘秀进入河北之后获取的全部本地资源。这是 A 轮投资人，资金大，资源硬，但入场晚，要价也高。称帝之后，刘秀立郭圣通为皇后，立他的儿子刘强为太子，阴丽华为贵人。不是他不爱阴丽华，是称帝初期河北集团是多数股东，帝国初立，四方未定，豪强的支持一刻不能动摇。立谁为后不是私事，是发给所有股东的信号，谁的利益被优先保护。郭圣通是一张票，投给河北。17年后翻转，建武17年，天下安定，威权已固，刘秀废郭皇后，改立阴丽华。诏书上的理由是既无官居之德，而有屡获之风。但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逻辑，当初欠南阳集团的账到了结算的时候。皇后废立是一次股权重组，郭圣通不是一个失宠的女人，她是一张被赎回的票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豪强选刘秀？河北不缺汉室宗亲的招牌，刘阳自己就是宗室，王朗哪怕是假的也打着刘氏旗号，更实帝刘玄更是正统皇帝，凭什么是刘秀？答案藏在一个更早的失败里，王莽。王莽的新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，王田制把天下土地收归国有，禁止私人买卖，废奴，抽走豪强的私人劳动力，五军六管把商业利润从地方收归中央，每一条都精准刺入豪强命脉。王莽失败后，所有地方势力最恐惧的一件事，下一个做天下的人会不会也来动我的地？赤眉军、农民起义、底层翻身，逻辑是重新分配，对豪强而言与王莽无异。更实地刘玄，绿林军拥立，内部是军头联盟，混乱无序，没有稳定的政策承诺，没有人知道他明天会做什么。刘秀不同，他自己就是南阳豪强出身，他的家族虽已败落，根基在地主阶层，起兵依靠的第一批力量是南阳大姓李通、邓晨、来社。他打仗的方式不是裹挟流民，是整合地方武装。他给出的信号始终如一，我恢复的是旧秩序，田还是你们的田，人还是你们的人，地方还是你们的地方。一份不写在纸上的政治合同，所有人都读得懂。豪强选他不是因为他最强、最正统、最有天命，是因为他最安全，对他们的资产而言最安全。这才是刘秀平定天下的底层逻辑，比昆阳的军事天才重要100倍。从建武元年到建武12年，刘秀逐步削平各方割据，速度之快，代价之小，在中国统一战争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例。不是因为他打得比别人好，虽然确实好，是因为他不需要打太多，大量地方势力是主动归附的。他们看清了一件事，跟着这个人利益不受损，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一个往长安交税的对象，脚下土地一寸不动。后汉书在建武年间，刘秀多次下诏清查土地人口、度田，每一次都因地方豪强抵制而不了了之。河南南阳数郡上报数据严重失实，刘秀震怒，杀了10余名郡守，但最终结果是庄园还在那里，佃户依然被锁在那里，私兵依然在屋堡里磨刀。这就是代价，没有人能借了别人的本钱赢下牌局，赢了之后说本钱是自己的，每一笔投资都写着对价。豪强帮他打下了江山，他要用整个东汉的制度去偿还，不动他们的田，不动他们的人，不动他们在地方的主权。皇帝管朝堂，豪强管脚下，一份无字的契约签在建国第一天。他死后100年、200年，豪强越来越大，中央越来越空，门阀士族取代朝廷，成为真正的权力主体。东汉的灭亡不是亡于乱臣贼子，是亡于开国时签下的那份合同到期。股东太强，公司就不再属于创始人。
从一个人两手空空渡过黄河，到坐拥天下13州，前后不到15年。回头看这条路，没有兵时让出婚姻，没有根基时让出皇后之位，没有安定时让出地方控制权，每一步都在签字，每一次签字都让他离皇位更近，也让皇权本身更薄一层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比所有人都清楚，但手里没有牌的人不讨论打法，先拿到牌再说。牌拿到了，天下定了。那些帮他打天下的人，现在坐在朝堂上看着他。云台28将，大多出身豪强，大多手握旧部，大多在地方有自己的根系。刘秀面对一个所有开国者都绕不过的问题：功臣怎么办？他的答案和刘邦不同，和所有人都不同。赢了之后，最危险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打天下的时候，所有力量指向同一个方向：活下来，赢。可一旦赢了，那些帮你赢的人还站在那里，他们手里的刀还没冷，身后的兵还没散，脑子里的账本翻到了新的一页。你欠他们的，你知道，他们也知道。问题是，你打算怎么还？杀是一种还法，养也是。每一种还法都有代价，区别只在于代价落在谁头上，什么时候到期。建武12年，天下初定。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公孙述覆灭于蜀中，刘秀环顾朝堂，看见的是一群跟着他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人，他们等着兑现。他不是第一个面对这道题的人。170年前，同一片土地上，刘邦用了最直接的解法：韩信死，彭越死，英布死，卢绾逃，异姓王几乎无一善终，理由各不相同，有的谋反属实，有的纯属构陷，但逻辑只有一条：帝国不能有第二个用兵者。刘邦的方法干脆有效，代价也明确。他活着时镇得住，他死后屡试外戚填入功臣留下的真空，权力厌恶空白。你清教一批人，必然有另一批人涌入那个位置。60年后，刘恒面对的是另一种功臣，不是拥兵的将领，是拥立的政客。周勃、陈平把他从代国接到长安，诛诸吕，定社稷，功高盖主。刘恒用了15年，一步步收权、架空、削爵、找罪名，最终周勃2度下廷尉狱，陈平早死，功臣集团被逐出核心圈层。刘恒的方法精致、缓慢、不见血，代价是15年的隐忍以及一个始终不稳的前半朝。2种解法摆在那里，刘秀选了第3条路。建武13年，天下甫定，刘秀做了一件事，大规模裁撤功臣的实际军权，不是杀，不是贬，是生。以邓禹为例，邓禹是刘秀最早的追随者，被后世列为云台28将之首，大司徒，3公之一，总理庶政，位极人臣。但建武13年后，3公的实际权力被逐步抽空，转移到尚书台。尚书台直属皇帝，由皇帝亲选近臣管理日常政务。3公变成荣贤，有座次无权柄。虽至3公，事归台阁，这是后来史家对东汉权力结构的定性。台阁就是尚书台，3公沦为疑点性存在。邓禹当了20余年大司徒，10亿万户，仪仗隆重。可帝国真正的运转枢纽不经过他的手，他签不了调兵令，批不了地方人事，甚至看不到每天送进宫里的机要文书。高官厚禄，门庭显赫，只是与权力无关。这不是针对一个人，这是一套体系。云台28将后世以此命名，源于明帝永平3年，在南宫云台阁绘制28功臣画像。这28人中，善终者占绝大多数，没有一个被以谋反罪诛杀。最惨烈的结局不过是贾父晚年因小事被削减封邑，马武晚年被人告发骄纵，但连这些都没有升级为暗语。对比刘邦异姓王7人，善终1人；对比后世几乎所有王朝开国，善终率从未如此之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刘秀给了一样东西，替代了他们本来会去争夺的那样东西。他给的是爵位、封邑、土地、金帛、联姻、云台功臣及其后代的10亿，累加起来数以10万户计。许多功臣封侯后回到故乡或封地，过着大地主的生活。马援的家族在扶风坐拥高田千顷，邓禹的子孙在南阳世代为大族，耿弇家族在上古盘踞近100年。他不给的是兵权、决策权、地方行政权。翻译成现代语言，你在这家公司有永久分红权，但没有投票权。董事会的椅子给你留了，但议事的时候你不用来。功臣愿意接受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个更根本的判断里：他们有得选吗？刘秀与刘邦最大的区别不在性格，在结构。
刘邦的功臣是独立军头，韩信有自己的兵、自己的将、自己的后勤系统，他们先于帝国存在，甚至先于刘邦的霸业存在。他们带着自己的资本加入联盟，联盟结束后自然要分家。刘邦杀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独立翻盘的能力。刘秀的功臣不同，他们大多数是在刘秀已经建立基本框架之后才加入的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的军事力量从一开始就嵌入刘秀的体系之内。邓禹带兵西征，兵是刘秀拨的；吴汉任大司马，统帅北伐，打完仗兵权交回中央。他们不是独立军头，是职业经理人。刘秀是唯一的大股东，这个结构决定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的资本。既然没有反的资本，杀就没有必要；既然杀没有必要，赎买就是最优解，给足利益，让他们心甘情愿退场。不是刘秀比刘邦仁慈，是他面对的棋盘不一样。刘邦面对的是合伙人分家，必须拿刀；刘秀面对的是员工退休，发补偿金就够了。结构决定方法，方法看似道德选择，实则物理约束。但赎买也有赎买的问题，你给钱给地不给权，钱和地落到哪里去了？落到地方，功臣带着万户封邑，千顷高田回到家乡，变成什么？变成豪强。更准确的说，他们本来就是豪强出身，现在带着国家正式颁发的爵位和封邑回去，变成了更大的豪强。朝廷用一纸诏书把他们从长安请走，他们在地方扎下的根却比战争时期更深、更密、更不可动摇。这就是那份政治合同的续约条款。上一期说过，刘秀的天下本质上是豪强集团的联合投资。打天下时的对价是不动你的田，现在做天下了，处理工程的对价是再多给你一些田。两笔账叠在一起，地方大族的力量被加倍固化。建武15年，刘秀下令渡田，清查天下土地与户口，这是他试图摸清帝国真实家底的动作。结果河南南阳诸郡上报数字严重造假，刘秀诛杀了10余位郡守，但郡守只是替罪的工具人，背后的大族一根毫毛都没有动。后汉书载，河南地城多近臣，南阳地乡多近亲，田宅余治不可为准。一句话点破，连皇帝家门口、皇帝故乡的豪强都管不住。渡田之后，各地爆发民变，规模虽小，但遍地开花。最终，刘秀选择了妥协，渡田政策名存实亡。帝国的基层控制权在他手里没有拿回来过，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在交易范围内。云台功臣善终，后世称颂刘秀宽仁，称颂东汉开国不杀功臣，但善终是需要付账的，账单不写在当代，写在后面。功臣变豪强，豪强变门阀。第一代还知道规矩，我退出朝堂，安享封邑。第二代开始联姻，邓禹的孙女嫁入皇室，马援的女儿成了明帝马皇后。第三代开始控制选官，举孝廉制度下，谁有资格被推举，由地方大族说了算。第四代，外戚与门阀已经难以分辨。东汉中晚期的政治格局，皇帝依赖外戚制衡官僚，外戚出自豪强世家，官僚本身也是豪强世家。整个帝国变成一个封闭的实力网络，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很多活不到30岁，但窦、邓、梁、何这些家族始终盘踞在权力核心。追根溯源，第一笔账签在河北渡口，第二笔账签在云台阁下。刘秀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功臣不闹事，天下很太平。代价是一个慢性病，地方权力固化，基层彻底失控。这个病的潜伏期是150年，发作的时候叫做黄巾起义。从建武元年到建武中元2年，刘秀驾崩33年，没杀一个功臣，没有一场宫廷政变，没有一次大规模清洗。回头看这套方法，抽空3公实权，设尚书台，收归决策，以绝路封邑，赎买退场，用联姻绑定而非用刑罚威慑，每一步都精确，每一步都温和，每一步都在把矛盾推向未来。不是不知道代价，是此刻没有更好的解法。或者说，对于一个借了豪强的本钱打下天下的人，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。你不能拿着别人的钱赢了牌局，然后宣布这张桌子以后只许你一个人玩。他只能把桌子维持住，让所有人都觉得继续玩下去比掀桌子划算。至于150年后这张桌子会不会塌，那是后人的题目。但后人的题目不只是桌子塌不塌，是塌了之后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会开出什么样的新条件。建安元年，一个叫曹操的人走进许都，身边带着一个傀儡天子。他面对的问题和刘秀一模一样，豪强遍地，皇权空心，只是他给出的答案完全相反。拥有一样东西和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是两件事。很多时候，前者是幻觉，你签下了那张纸，所有人都承认那个东西属于你，但你从未清点过它的边界，它的重量，它每天以什么速度流失。你只是拥有一个名义，名义让你安心，安心让你忽略，直到某天你打开账本，发现里面是空的。
不是被偷的，是从一开始就没装满过。你以为你拥有的，别人以为他保管的，两种认知共存了很久，相安无事，直到有人决定何时。建武15年，天下已定3年。刘秀下了一道诏书，要做一件历代帝王都想做都做不好的事——渡田。一个帝国靠什么运转？税、徭役、兵源。3样东西的共同前提是你知道自己治下有多少田多少人，田出税粮，人出劳力和兵源，这是帝国最基础的能源。西汉武帝时，全国编户齐民约1200余万，户口5900余万。这个数字虽有误差，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是有底的。国家手里有一本大致可信的账册，哪个郡多少人多少亩，每年该交多少，能抽多少兵。到刘秀手里，这本账册已经烂了。20年战乱，王莽末年，户口流散，绿林赤眉裹挟100万流民南北奔走，城池反复易手，郡县建制崩溃又重建。更关键的是，战乱中大量自耕农破产，土地被豪强兼并，人口沦为大族的依附民。这些人名义上消失了，不在国家户籍上，不在任何一个县衙的簿册里，但他们没有消失，他们在豪强的庄园里种田、服役、生儿育女。一个人如果不在官府的册子上，他就不是帝国的编户。他不交税，不服徭役，不被征兵，他的劳动产出，他种的粮食，他本人的身体，全部属于庄园主。这不是逃税，这是一整套平行系统。帝国以为自己有5000万人口，实际能调动的可能只有3000万。帝国以为天下有多少亩耕地，实际登记在册的可能只有真实数字的6-7成，剩下的那些藏在豪强的围墙背后。刘秀坐在长安，不，他已经迁都洛阳。他坐在洛阳的宫殿里，发号施令，调兵遣将，征收赋税。但他治理的不是天下，是天下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。水面之下有多少东西，他不知道。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接受这个局面。渡田就是掀开黑箱。建武15年，诏下令天下郡国渡田，清查各郡国实际耕地面积与户口数，各郡太守亲自负责，限期上报。诏书的语气不重，《后汉书·刘龙传》记载，诏令各州郡按验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，按验何时之意。这是一道行政命令，不是政治运动，至少表面上不是。但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指向：清查土地，清查人口，查出来的部分就要纳入国家编户，就要交税，就要服役。对豪强来说，这不是核实数字，这是割肉。你把我隐匿的田亩登记在册，我每年要多交多少税？你把我庇护的依附民编入官府户籍，我的庄园谁来种？我的屋堡谁来守？不是数字问题，是利益问题。更深一层，渡田的本质不是经济行为，是政权宣示。它的潜台词是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和地，最终归属权在皇帝，不在你。你以为你拥有那些田庄和人口，但朝廷说了，那只是你替朝廷管理的，所有权从来是我的，我现在要来对账。这个潜台词恰恰是豪强最无法接受的。诏书发下去，各地数字报上来，刘秀看了大怒，报上来的数字假的，不是小幅缩水，是系统性造假。《后汉书·刘龙传》载，河南尹张吉及诸郡守10余人做渡田不实，下狱死。河南尹，洛阳所在郡的最高长官，因上报田亩数据严重不实，被捕入狱处死。同时被杀的郡守10余人，10余位郡守同时被处死，这是什么量级的事件？东汉全国不过13州部，100余郡国，一次杀掉1/10的郡级主官，这不是常规考核淘汰，这是震怒之下的雷霆手段。但问题在于，郡守为什么造假？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他们自己就是利益相关方，家族本身就是豪强，渡田会动自己的利益。第二种，他们不是豪强，但不敢得罪豪强，地方大族的势力太深，你要是如实上报，轻则被架空，重则被设局陷害，命都保不住。无论哪种，结论一样，郡守已经不是皇帝的人了，他们是地方的人，他们的权力来源表面上是朝廷任命，实际维系靠的是地方大族的配合，得罪了本地豪强，政令出不了城门。刘秀杀10余个郡守是在惩罚谁？惩罚的是工具，工具坏了可以换，但工具坏掉的原因，地方权力结构换不了。新的郡守到任之后，面对的是同一张关系网，同一群大族，同一套潜规则，杀人解决不了结构问题。杀郡守是建武15年的事，震荡还没平息。建武16年，事情升级了，渡田引发武装反抗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建武16年秋，郡国群盗处处并起，清、徐、幽、冀诸州尤甚。
史书称群盗，这是中性甚至偏贬的用词，暗示造反者是乌合之众，但细看构成就知道并非如此。叛乱者不是流民饥民，不是赤眉余部，他们大多是地方大族的武装力量，确切地说是豪强在杜田政策压力下直接掀了桌子。你要查我的地，编我的人，我就让你看看，我的地上站着的是能打仗的人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其中一支较大的叛乱力量聚众数万人，攻城略地，官军一度无法镇压。刘秀不得不派遣将领调兵进剿，一道清查土地的行政命令最终打出了一场内战。这件事的荒谬之处在于，战争结束才3年，天下初定，百废待举，皇帝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帝国里有多少田，多少人，就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诉求，换来的是刀兵相见。但如果回到上一期讲过的逻辑，这一点都不荒谬。这些豪强就是当初帮他打天下的股东，或者说是那些股东的同类，他们当初投资的对价就是不动我的田，不动我的人。杜田违反了那份不成文的合同，违约的一方不是豪强，在他们看来，违约的是皇帝。叛乱持续数月，刘秀的应对分2步。第一步，军事镇压，他派兵进剿最大的几支叛乱武装，斩首数千，余众溃散。武力层面，帝国依然有压倒性优势，毕竟禁军和各地驻军加起来远超任何单一豪强的私兵。第二步，妥协，杜田政策实质性收缩，没有一道明确的诏书宣布停止杜田，那太丢脸。但此后史书中再无大规模杜田行动的记载，各地上报的数字哪怕依然注水，朝廷不再深究。豪强的引田引户继续引着，依附民继续依附着，庄园继续运转着。河南地城多近臣，南阳地乡多近亲，田宅余志不可为准。这句话的含义冰冷而清晰，连洛阳周边、南阳故乡、皇帝目力所及之地的豪强都无法管制，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地方。杜田名义上没有废止，实际上他在建武16年冬天就已经死了。死于一个事实，皇帝可以杀10个郡守，可以平10场叛乱，但他无法替换掉帝国基层的整套运行逻辑。这套逻辑是，土地和人口首先属于控制他们的人，其次才属于朝廷。杜田失败暴露的不是刘秀的软弱，是一条结构性边界。西汉武帝能做到什么？能下推恩令分割诸侯王的封地，能派酷吏打压地方豪强，能用告民令鼓励百姓举报偷税大户，中产之家以上大抵皆于告，全国破家者以10万计，手段酷烈到令人发指，但确实有效。中央从地方手中抢回了大量资源，才有余力打匈奴、通西域、修渠、开边。刘秀为什么做不到？差别不在个人意志，差别在起点。武帝接手的帝国经文景2代60余年积累，中央府库充盈，编户齐名，体系完整，郡县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且有效控制。他手里有一套能执行命令的行政系统，哪怕这套系统本身也会腐败，但至少链条是通的。皇帝发令，丞相转达，郡守执行，县令落实。刘秀接手的帝国经20年战乱，基层行政几乎重建于废墟之上。更致命的是，他重建基层的方式本身就依赖豪强，没有地方大族的配合，郡县根本运转不了。你让一个新到任的太守去管辖一个陌生的郡，他靠什么了解本地情况？靠本地大族。他靠什么推行政令？靠本地大族的执行网络。他靠什么维持秩序？靠本地大族的私人武装。行政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嵌入了豪强的身影，你不是在管理他们，你是在借用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。这种情况下搞杜田，等于叫房东去查租客的账，但发现整栋楼的物业、保安、水电工全是租客的人。刘秀不是不想推进，他是推不动。10余名郡守的血没有白流，他清晰地标定了一条底线，这条线以上是皇帝的，这条线以下是豪强的，谁越线就会流血，两边都会。建武16年之后，帝国进入一种奇怪的平衡。表面上，天子居洛阳，号令四方，海内升平，赋税照收，照那个缩水的、注水的，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数字收，编户有册，那本谁都知道不完整的册子继续用着。实际上，帝国的资源汲取能力打了一个永久性的折扣，朝廷能调动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远低于这片土地的真实产出，差额部分沉淀在地方，变成豪强的私产、私兵、私人秩序。这个折扣不是暂时的，它被写进了东汉的基因里。
从这一刻起，东汉帝国的所有后续问题都有了注脚。为什么外戚能一代代把持朝政？因为外戚本身就是豪强大族，他们的力量来自地方，不来自皇帝的恩宠。为什么宦官能与外戚反复拉锯？因为皇帝能用的自己人只剩身边的阉人，外朝已经被世家垄断。为什么黄巾一起，天下立刻遂成军阀割据？因为每个郡县本来就有现成的私人武装和独立经济体，中央一旦失去威慑力，他们立刻各自为政。这一切的起点不是桓帝灵帝的昏庸，不是十常侍的专权，不是黄巾的暴乱，是建武15年那道杜田诏书的失败，是皇权第一次伸手探向帝国的基层，碰到了一堵墙，缩回来了，从此再没有伸出去过。一道诏书，10余条人命，数月叛乱，最终无声收场。回头看这个过程，下诏清查，郡守造假，震怒诛杀，豪强起兵，武力镇压，政策收缩，像一次帝国对自身边界的测试。测试的结果是，这个帝国的真实边界比他地图上画的要小得多。地图上的帝国从辽东到交趾，真实的帝国只到豪强庄园的围墙为止。杜田之后10余年，刘秀驾崩，明帝继位，章帝继之，两代帝王谨守规矩，不越那条底线，换来30年表面太平。但太平不是没有代价。章帝驾崩那一天，一个姓窦的女人坐到了帘子后面，距离开国不到40年，那个死循环准时启动了。平静不是安全，平静是症状还没有发作。有一种病感染发生在第一天，但潜伏期很长，患者在潜伏期里精力充沛，面色红润，甚至比从前更好。所有人都说他痊愈了，他自己也信了。然后某天早上他没有醒来，不是那天早上出了问题，是第一天就出了问题。中间那些好日子不是治愈，是病毒在等一个时机。公元57年，刘秀驾崩，太子刘庄继位，是为明帝。此后30年，明帝、章帝父子相继治国，史称明章之治。吏治清明，四夷兵服，户口自治，东汉帝国最好的30年，也是最后的30年。明帝刘庄是一个不像刘秀的皇帝。刘秀宽，他对功臣宽，对豪强宽，对所有人宽，因为他借了所有人的力，还不起就只能宽。明帝不同，他是含着皇位出生的，不欠任何人。他的执政风格用2个字概括：控制。对官员，明帝亲自批阅奏章，事无巨细过问。《后汉书》载他善行礼，法令分明，地方官稍有懈怠即遭严惩。他的朝堂没有权臣，3公依然是荣衔空壳，尚书台紧紧攥在手里。对外戚，明帝的马皇后出身功臣之家，马援之女，但马氏家族在明帝朝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实权。马皇后本人极其低调，多次辞让封赏。《后汉书·马皇后》记载她长衣大链，裙不加圆，穿粗布衣裳，裙边不加装饰。这是一种姿态，但姿态背后站着的是明帝的意志，他不允许外戚膨胀。对豪强，杜田政策虽然名存实亡，但明帝用另一种方式补偿，严格的吏治。他不去动豪强的地，但他确保豪强不能公然违法乱纪，不能吞噬其他边户，不能把手伸进朝廷的选官系统。一条隐形的线，你在地方做你的土皇帝，但不许越界。18年，从永平元年到永平18年，明帝驾崩，没有外戚干政，没有宦官专权，没有大规模民变，没有藩镇叛乱。帝国像一台被精心维护的机器，每个零件都在该在的位置上运转，但这台机器有一个致命特征，它只有一个操作员。章帝刘达继位，明帝第5子，19岁登基。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宽厚，这个词在帝王语境里从来不是纯粹的褒义。宽厚意味着不较真，意味着给空间，意味着松手。章帝松的第一样东西，对外戚的约束。他的生母是贾贵人，养母是马太后。马太后在世时尚能维持马氏一族的低调传统，但建初4年马太后去世，章帝开始大封外戚。窦皇后的家族窦氏迅速崛起，窦皇后之兄窦宪在章帝朝已经显露出跋扈之相。章帝松的第2样东西，对地方的管控力度。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，宽赦罪犯，放松对官员的考核标准。表面上是仁政，百姓确实受益于轻徭薄赋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地方大族在宽松环境下进一步做大，兼并土地的速度悄然加快，依附人口继续从国家户籍流向私人庄园。
松手的过程不剧烈，没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从此帝国走下坡路，只是一寸一寸的退让，一点一点的模糊。那条明帝画下的线不是被擦掉的，是被踩得看不清了。建初、元和、章和、章帝3个年号共13年，加上明帝的18年，合计31年。31年的太平足够让所有人忘记那台机器需要人盯着。但问题不在明帝太紧或章帝太松，问题在一个更根本的结构缺陷：东汉皇帝为什么必然依赖外戚？回到杜田那期的结论，帝国的基层被豪强把持，朝堂的选官系统被士族垄断。举孝廉，每郡每年推举孝廉若干人入朝为官，这套制度的推举权握在谁手里？地方长官和地方名士。地方长官本身就出自士族，地方名士更是大族子弟。结果是，能进入朝堂的人几乎全部来自豪强世家。皇帝坐在宫里，面对一整个由世家子弟组成的官僚系统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网络，自己的师生关系，自己的联姻纽带。他们不是皇帝的人，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。皇帝要制衡这套系统，能用谁？第一选项，自己的母族、妻族、外戚，他们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的血缘关系，天然与皇权绑定。皇帝用他们来压制官僚集团，外戚的忠诚不需要制度保证，因为皇帝倒了，他们也完了。第二选项，身边的人，宦官，他们无家族、无后代、无退路，全部身家系于皇帝一人。皇帝用他们来制衡外戚，当外戚膨胀到威胁皇权时，宦官是唯一可用的刀。外戚制衡官僚，宦官制衡外戚，这不是某个皇帝的昏招，是结构性的唯一解，因为皇帝在这个系统里找不到第三种可信赖的力量。明帝能靠个人能力同时压制外戚和官僚，但个人能力不可继承，制度缺陷可以。章和2年，公元88年2月，章帝驾崩，太子刘肇继位，年10岁，是为和帝。皇帝10岁，10岁的孩子不能亲政，谁来代理国政？制度给出的答案是太后临朝称制。窦太后，章帝的窦皇后，走到帘子后面坐下。从章帝咽气到窦太后临朝，中间不会超过3天。3天，帝国从皇帝亲政切换到外戚掌权，像翻开关一样简单，没有政变，没有阴谋，没有任何人违反任何规则，一切都是制度内的正常流程。皇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太后自然倚重娘家人。窦太后的兄长窦宪迅速进入权力核心。窦宪此人在章帝朝已有劣迹，他曾强夺沁水公主原田，章帝震怒，几乎要治他的罪，最终因窦皇后求情而赦免。那时候他只是一个跋扈的外戚纨绔，有章帝在，他翻不了天。现在章帝不在了，窦宪被任命为侍中，内干机密，随后出任车骑将军。车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下，但掌实际兵权。他率军北击匈奴，登燕然山刻石记功，封燕然山名，颁布撰文，军功赫赫，威望日隆。回朝之后升任大将军，位在三公上。大将军不是常设官职，设大将军意味着在正常的权力架构之外开了一个口子。三公是制度内的最高文官，大将军是制度外的最高实权者。谁设的这个口子？太后。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？太后的哥哥。权力的传导链变成了太后、大将军、尚书台、百官。皇帝在哪里？皇帝在读书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能让太后临朝，但不让外戚掌权？因为太后也需要执行者，她一个人坐在帘子后面，发出的政令要有人去执行，传达给尚书台，传达给三公九卿，传达给地方郡国。这个传达不是简单的递纸条，是需要有人坐在朝堂上盯着、协调、施压、决策。他能用谁？用朝中官僚，那些人是士族世家的代表，凭什么听一个深宫妇人的话？他必须有自己的代理人坐在朝堂正中间，替他握住那根缰绳。他的代理人只可能是他的家族，所以逻辑链条是闭合的。幼帝、太后临朝、外戚掌权，三步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打断的环节。除非皇帝不早死，除非皇帝不生病，除非每一代皇帝都活到太子成年，但这不是制度能保证的事。从和帝开始，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，和帝27岁崩，商帝2岁崩，安帝32岁崩，顺帝30岁崩，冲帝3岁崩，质帝9岁崩，桓帝36岁崩。几乎每一代都有太后临朝，每一次临朝都有外戚崛起。为什么皇帝活不长？后人有各种猜测，近亲婚姻、宫廷环境，甚至下毒。但无论原因为何，结果是确定的。东汉中后期进入了一个外戚、宦官交替掌权的死循环。循环是这样运转的：幼帝继位，太后临朝，外戚掌权，皇帝长大，
联合宦官诛杀外戚，宦官掌权，皇帝死，新太后临朝，新外戚掌权，周而复始。每一轮循环都消耗一批政治资源，都制造一批冤案，都让士族官僚对中央权力更加离心，而地方豪强在每一轮动荡中都更加自主。反正洛阳那帮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谁说了算，我为什么还要听他们的？回到时间线，从建武元年刘秀称帝到章和2年窦太后临朝63年，如果从天下一统的建武12年算起，不到40年。40年，一代半人的时间，从开国到外戚专权只用了40年。明章之治不是治愈，是潜伏期。明帝用铁腕压住了所有症状，外戚不敢动，豪强不敢越界，官僚不敢懈怠，但他压住的只是症状，不是病因。病因是结构，皇帝没有可依赖的制度性力量来治理这个国家，只能依赖外戚和宦官。章帝松了一点手，松的那一点让窦氏有了萌芽的空间。章帝一死，萌芽在3天之内长成大树。不是窦宪太强，是制度给他留了位置；不是章帝太弱，是这套系统只要操作员稍一分心，就会自动滑向那个结局。明帝章帝31年的太平，让后世史家误以为东汉前期是正常的，中后期才出了问题。不是的，前期也不正常。前期只是有2个足够清醒的操作员在拼命维持一个本质上不可持续的平衡。他们维持得越好，后人就越看不见结构本身的缺陷。等他们不在了，缺陷以最暴烈的方式暴露出来时，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永平18年到章和2年，一个铁腕父亲，一个宽厚儿子，一个无法自理的孙子，3代人31年走完了从盛世到倾覆的全部路程。回头看这条线，明帝压制外戚，轻管尚书台，严控地方吏治；章帝放松约束，优容斗士，减轻考核。章帝一死，10岁幼帝窦太后3天之内临朝，窦宪半年之内掌军。不是哪一步走错了，是每一步都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，每一步都合理，合在一起就是坠落。制度没有被任何人破坏，制度忠实地运行着，运行的终点就是崩溃。但崩溃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从窦宪掌权到东汉灭亡，中间还有130年。130年里，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，士族在夹缝中积蓄力量，地方豪强在每一次洛阳动荡中壮大一分，直到所有的量变叠加到那个临界点，中央再也调动不了任何一支不属于地方私人的军队。这个帝国从出生那天起就写好了军阀割据的结局。